来自21世纪的射术赵明，因为加班太过努力，眼睛一闭一睁之间，就走上了人生巅峰，穿越成为平行时空大晋朝的皇帝。哦，我真服了，一觉把我干哪儿来了？你好。丁，昏君系统激活。本系统旨在帮助宿主成为一名合格的昏君，宿主可通过做出昏聩之举获得昏君值，昏君值可按10%耗费国库比例返现为宿主世界的财富。当昏君值积攒到100万点，宿主可选择回归现代社会，享受财富人生。新手任务发布，进行第一次昏君行为。当昏君就能回家拿钱，这边好，这边得上。陛下，您龙体可有不适？这没事，爱卿有事快奏。启禀陛下，京城周边数州突发水患，如今已有数万流民聚集城外，食不果腹。臣等恳请陛下开仓赈灾。流民？不就是一群泥腿子吗？陛下，您在说什么？只说一群泥腿子而已，死了就死了。他们活着浪费粮食，死了节约土地，饿死了难道不是好事吗？你，陛下，他们是您的子民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您怎能说出如此伤民心的话？民心与朕何干？朕乃天子，朕只关心自己开不开心。因检测到宿主发表极度昏聩言论，昏君值加100。好了，既然你们都说了，朕就给他们一条活路。朕决定在城外修建一座行宫，要用美玉铺地，黄金为阳，内建90肉林，网罗天下美女，夜夜笙歌。那些流民正好全都拉去给朕修建行宫。李尚书，朕这个主意如何？行宫的事就这么定了。刘瑶，太傅，快传太医。因实施极度昏聩决策，昏君值加1000，当前昏君值1100。刚当上昏君就赚了1100点昏君值，这让赵明对未来的富家翁生活充满向往。陛下，老奴魏忠求见。魏忠，这名字就像个奸臣呐。进来。名字像奸臣，长得像奸臣，就连这副谄媚的样子也是标准的奸臣相。这家伙是个大奸臣。奸臣好啊，奸臣要重用。陛下，这是太傅大人刚刚呈上来的奏折。丁，支线任务发布。身为一个合格的昏君，此能受人掣肘，请宿主立刻批准太傅陈渊的告劳请求。任务奖励：昏君值加500。还有这种好事？批准他退休就能拿500昏君值。奏折朕就不看了，你去传朕的口谕，告诉太傅，他年纪大了，该歇歇了。朕准了，准了。我操！老奴遵旨。对了，陛下，这里还有一本户部李尚书的折子，询问行宫的建造规格。按照规矩，臣子辞职，皇帝起码要3辞3请，尤其是陈渊还是太傅，皇帝的老师，赵明竟然连装模作样挽留一下的意思都没有，可想而知，他的这种行为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陛下比我想象的还要圣明啊！系统说我花掉的国库的钱会有1/10转成我的私人财富，并且能够带回老家。这么大一个国家，肯定有不少钱吧？咱们国库里现在大概有多少银子？回陛下，老奴曾听户部尚书提过，说先皇励精图治，国库约莫有3000万两白银。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3000万两，哪怕是1/10，这里是多少钱啊？就按照3000万两的规格建。陛下，万万不可啊！国库的钱财都是有定数的，边疆军饷、百官俸禄，哪一样不要钱？这要是都建了行宫，国家就要乱套了。丁，太监总管魏忠心中暗骂你是昏君，昏君值加5。就连你个大奸臣也骂朕是昏君，不行，朕不能何责而渔。别钱还没到手，百姓造反把我干了，那你传旨给户部，把军饷、官俸这些必要开支都刨出去，剩下的钱全都给朕拿去建行宫。朕就一个要求，建好行宫，国库里不能留一个铜板。
老奴遵旨。早朝是皇帝的昏聩言行，让这群大晋朝的顶梁柱们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新皇的言行实在是太荒唐了，视万民如草芥，闻所未闻。何至荒唐？取死灾民，修建行宫，这与桀纣何异？老夫已经上书，请求告老还乡了。太傅，万万不可！您若是走了，还有谁能劝得动陛下？是啊，太傅，陛下对您这位老师还是有感情的，一定不会答应的。老夫教导陛下10余年，竟教出这么一个，愧对先皇啊！老爷，各位大人，宫里来人了，说是来传陛下的口谕。看，我就说陛下对太傅还是有感情的，哪怕理念不同，毕竟受教10余载。俗话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定是陛下痛定思痛，传我们重新决策了。是啊，太傅，处理决断国家大事对圣上来说尚早，况且陛下正值意气风发的年龄，有些不被理解的想法也是正常的。此刻想必定是陛下反思与鞭策自己，跟您道歉来了。我扶着您，太傅。太傅，您慢点。哎呦，快把太傅扶起来！达家魏忠，见过太傅，见过各位大人。陛下口谕：太傅陈渊年事已高，为国操劳，特准其告老还乡，颐养天年。望太傅保重身体，勿再以国事烦心。陛下还有一道口谕，是给李尚书的，着户部核算国库，除却必要开支，所有余款尽数用于修建行宫。陛下还说要建造一座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奢华行宫。我操！陛下，吏部尚书称病，刑部尚书告假去看望太傅了。哼，朕知道了。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陛下，臣有本要奏。那你快说。启禀陛下，关于修建行宫一事，臣恕难从命。哎呀，这不是往陛下枪口上撞吗？听说太傅就是被陛下气走的，好样的，别丢份儿。安静！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陛下，修建行宫，耗尽国库，此乃亡国之举，此旨臣不能遵。老郭了，你快别说了。是啊，听他扯淡吧。老光啊，咱可不能丢份儿。住口！好一个不能遵，好一个亡国之举。李光，你好大的胆子！丁，检测到宿主威严受到挑衅，昏君职加20。才20点，打发叫花子呢？这问你，这天下是朕的，还是你李光的？天下是陛下您的，但也是天下万民的。陛下却要掏空国库，只为一己私欲，这让天下百姓如何看待陛下？评价，朕需要在乎他们的评价。朕想建行宫，你就得给朕拨钱。你可子的死活与朕何干？陛下，先皇才攒下这点家底，钱都花了，万一边疆有警，拿人发现下，届时烽烟四起，您还坐得稳吗？李尚书，你是在教朕怎么当皇帝？臣不敢，臣只是在尽为人之本分。朕懒得同你废话，你这糟老头子能干，就乖乖抱金币拿钱建行宫；不能干，就跟陈约那老东西一样，给朕滚回家钓鱼去。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皮又矮的感觉，爽啊！退朝。丁，当朝辱骂重臣，强推昏聩之举，昏君职加500。我去，爽！刚下完早朝，赵明觉得无聊，便让魏忠带他随便转转。陛下圣明，刚下完早朝就心系政务，老奴实在是佩服。见缝插针的拍马屁。朕的眼光还是独到的，这家伙果然是个大奸臣。那是什么人？
陛下，那是起居郎何文远负责给您写起居注。起居注？微臣何文远参见陛下。起居郎何文远心中暗骂你是昏君，昏君职加1。在写什么？拿来朕看看。由民泥腿子啊，死不足惜。又曰：其生浪费粮食，其死节约土地。帝大怒，当朝辱骂重臣李光，言不能干就滚回家钓鱼。拨委批注，厉行昏君之事，说昏君之言，大尽威仪。丁，起居郎何文远心中暗骂你是昏君，昏君职加1。如果把这几句注传出去，让天下传颂，岂不是人人都知道我的昏君之名？这家伙敢把我的一言一行都如实记录，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忠臣都是绝驴脾气，拉着不走，打着倒退。瞅瞅，现在还在骂我。丁，起居郎何文远心中暗骂你是昏君，昏君职加1。你这么写，就不怕朕一生气砍了你的脑袋，乃至诛你九族？Oh no！臣之职，在陆帝王言行，实笔如铁，不容更改。陛下今日杀了臣，明日自有新的起居郎。陛下即便是诛臣10族，臣也一字不改。救命啊！朕是皇帝，还怕天下人评说？你就如实去写，朕倒要看他哪个敢骂朕。太残暴！丁，起居郎何文远心中暗骂你是昏君。丁，昏君太监总管魏忠心中暗骂你是昏君，昏君职加3。朕不但不杀你，还要赏你。魏忠传朕口谕，起居郎何文远恪尽职守，赏黄金100两，锦缎10匹。皇帝要将国库余钱全部花光的旨意，让整个户部都炸了锅。都安静，情况你们都知道了。现在本官喊你们来，便是让你们出个主意。大人，要不咱们把未来10年的军饷一次性预支给边疆的将军们？你疯了？你是想让他们直接起兵造反吗？感谢户部老铁们送的荣子。大人，那要不咱们以新皇登基为由，给全天下的官员都发一笔巨额的赏赐。赏赐？京城外数万灾民食不果腹，你们还有脸给自己发赏赐？大人，陛下说了，一文不留，阳奉阴违，可是欺君之罪啊！罢了，传令，所有开支项目全部按照往年用度的2倍去做预算。No！ 大人，算出来了，就算预算全都翻了1倍，国库里还剩下将近500万2白银的结余。省吗？那就3倍，所有预算全都给本官往3倍里做。大人，在网上就是明目张胆的造假账，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如果按照陛下的要求修建那座行宫，要花多少银子？回大人，就算用上全大晋最好的材料，最多也就耗银350万两。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呐！罢了，本官亲自去面见陛下一趟。为赏锦鲤，赵明每日命人撒金粉宝石入壶，硬生生造出这波光粼粼的奇景。丁，检测到宿主行为糜费重金，粉饰湖景，昏君职加1。才1点，太抠门了。陛下，您看那些火红色的鱼游得多欢快。入宫阅鱼，陛下从未召我侍寝，我心难安。魏总管，此事劳你多多费心了。娘娘瞧好吧，不出3日，咱家便将您送上陛下的龙床。陛下，如今27日孝期结束，您登基前册封的柔妃翘首以盼，期待您宠幸。您看是不是？
哎呦，我已经有老婆了，正好闲来无事，朕这就去见见爱妃。陛下请。奴婢参见陛下。启禀陛下，户部尚书李光大人求见。起来了，让他进来。是。臣户部尚书李光参见陛下。起来了，李尚书啊，朕的行宫钱算清楚了吗？回陛下，也核算清楚，只是什么？只是即便扣除所有开支，再算上行宫用度，国库依旧有巨额结余。臣等愚钝，不知如何处置，特来请示陛下。这户部尚书他不是个傻子了，钱都不会花。这么大一个工程，人吃马嚼的不都是花销？你居然跟朕说有钱还能花不出去？我操！自己想办法去，别再拿这种琐事来烦朕。我太难了。陛下有旨，让我们自己想办法。传本官命令：第一，所有官俸、军饷、行政开支做2倍预算；第二，行宫的预算就按照抛去这些开支后全部结余的500万两来报。大人，那剩下的150万两银子怎么办？陛下说了，人吃马嚼都是花销，那就吃了。京城外，洪水退去，无数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灾民，如同行尸走肉般聚集在此。丁，婚馈之举，征召灾民修建行宫正式实施，引发大规模民怨，婚均值加1万。丁，民怨沸腾，京城外数万灾民咒骂宿主，婚均值加15000。丁，昏君之名初步形成，婚均值加2万。太好了，昏君值突破11万了，按照这个速度，最多1个月就能回家了。10多万衣衫褴褛的灾民被驱赶于此。工地的中央堆积着小山一样的青石和木料，几个乡老被推到户部尚书里，跟我过来，跪了下去。我操！小民见过大老爷。小的见过大老爷。6，青天大老爷，小人都得问，那些东西是要我们用手搬吗？那些是给你们自己盖房子的，后续还会有。哎呀，这怎么回事呀？大人，您说嘛？本官说，那些石料和木材是给你们修建临时居所用的。嘿，陛下何等尊贵，岂会用此等凡俗之物修建行宫？这些就是给你们住的。Are you understand? You don't understand. 他说啥？这些是凡物，给咱们租的。我不是在做梦吧？咱们当宝的东西，在皇帝眼里跟泥巴差不多。那皇帝平时吃饭用的是金碗。拿来吧你！诺，你们的饭食。不对，有问。这是给我们的。军爷借丝弹头饭吗？做工期间，1日3餐，顿顿如此，赶紧吃。哇，太好了！啊，真香！哎呀。爹娘，原来肥肉是这个味道的，狗娃出息了，狗娃吃上肉了。呜，我活了40岁，吃的肉还没今天1顿多。你听他扯淡吧你！万岁万岁万岁！我怎么这么可爱 ？Oh no！ 哈
啦啦！造孽！我操！我操！嘿！昨夜的万岁声，让赵明辛苦攒下的昏君值瞬间清零，还道歉了系统一笔巨款。我操！你怎么就成了负资产了？这系统要是搞强制执行，从我银行卡里扣钱可怎么办？陛下，给朕滚！赵明不耐烦地吼了一嗓子，他现在谁也不想见，尤其是这个总爱脑补的魏忠。陛下息怒，老奴知道您心系江山社稷，为灾民之事忧心，但龙体要紧，万不可劳累过度啊！心系江山？我心系的是我的昏君值，我的血汗钱。老奴斗胆将柔妃娘娘请来了，娘娘舞姿曼妙，或可为陛下解乏消愁。臣妾参见陛下。都给朕滚出去！陛下就让臣妾为您跳一支舞吧，好不好？就一小会儿。柔妃眼眶一红，掩面低泣，楚楚可怜。赵明看着他，想到了当初社畜时代被老板 PU 的。算了，跳吧。臣妾遵命。这腐败的封建王朝气息，真让人沉醉。什么昏君值，什么回现代，都见鬼去吧！爱妃辛苦了，到朕身边来。柔妃眼含笑意，顺从地偎入赵明怀中。那一夜，他便明白了何为从此君王不早朝。陛下，卯时已到，该准备上朝了。上朝？开什么玩笑！朕今天不舒服，不上朝了。可是陛下，百官已经在太和殿外等候了。我操！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朕以后都不上早朝了。有什么事写折子。奴才遵旨。丁，检测到宿主首次旷朝，日常任务系统开启，任务奖励每旷朝1日，奖励昏君值1000。天无绝人之路啊！旷朝1天1000昏君值，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任务。丁，检测到史官记录，帝出朝美色，沉醉温柔乡，旷废早朝，陛下昏君形象深入人心，昏君值加1。赵明看向一旁正在奋笔疾书的起居郎和文女，一个提供旷朝理由，一个负责记录事实，完美的昏君值永动机啊！新皇登基数日，荒唐事一件接着一件，压抑的气氛弥漫。过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简直是胡闹！这叫什么事？将士们在边关浴血厮杀，他倒好，躲在后宫里睡大觉。众人敢怒不敢言，殿前一片死寂。最终现身的竟是魏忠。陛下有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昨日体恤灾民，操劳国事，龙体抱恙，今日起免了早朝，以静养龙体。诸位爱卿若有要事，可上奏折至御书房，无事便散了吧。魏忠宣罢，便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众大臣僵立原地。霎时间一片寂然。荒唐，简直是荒唐！为了敬仰龙体，我看是为了贪图享乐吧。自古哪有不上早朝的皇帝？这与昏君何异？诸位都散了吧，朝野无用，还是回各自衙门处理公务吧。众人虽愤懑，却也无可奈何，只能三两散去。就在人群将散尽之时，一名四方馆小官慌慌张张跑来，
各位大人，留步！北凉的使臣，他们吵着要觐见陛下。觐见？北凉嚣张跋扈，想来是眼看入秋，又要来我朝打秋风。见什么见？下官也不知道啊，他们就说必须立刻见到陛下，还说要是见不到，后果自负。我长这么大没见过。区北凉蛮子，也敢在我大京京城撒野！陛下今日不见外臣，你先回去安抚他们，就说大京自有章程。可是大人，没什么可是的，陛下要修建行宫，我今日正好要进宫奏报工程用度，会顺便将此事禀明陛下，看陛下如何决断。众人只好作罢。李光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整理官袍，朝着后宫方向走去。该死的，都怪这具身体太虚了。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有益身心的体育锻炼，有违昏君体虚肾亏的基本人设。昏君只减10。陛下，快下来！室内不给荡秋千啊！可恶的系统，我好不容易攒的昏君值啊！陛下，别玩了，快下来吧！陛下，我来见你。Oh no！ 快躲开啊！陛下。赵明现在对李光充满了深深的恶念，毕竟昨天昏君值扣成负数，绝对是这个家伙的手笔。但赵明总不能嚷嚷着自己要当昏君，指责对方为自己着想。当社畜的时候憋屈，当了皇帝还憋屈，那我这皇帝不是白当了吗？臣参见陛下。李光强忍着骂人的冲动，赵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突然目光冷了下来。你来的正好，朕正要问你的罪。问我的罪，陛下，臣不知所犯何罪。你还好意思问朕？朕让你去修行宫，你是怎么做的？啊，朕问你，那些灾民现在是怎么说朕的？完了，东窗事发了。回陛下，臣只是怕他们饿着肚子，干活没力气，耽误了陛下的行宫工期。所以呢？所以臣就自作主张，在他们的饭食里加了些许油腥。还有呢？你还做了什么？还有，臣见秋日天寒，灾民衣衫单薄，夜宿荒野，恐生瘟疫，便斗胆动用了一些为行宫准备的石料木材，为他们搭建了些临时居所，遮风避雨。李光所说，赵明也很无奈。他虽然要当昏君，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人基本的同理心。更何况，在他看来，李光所说的事情其实并不算什么。要怪，只能怪晋朝的百姓太容易满足了。唉，行了，起来吧，下不为例。臣今日前来，还有一事。北凉国的使臣今日一早便在四方馆吵闹，定要立刻觐见陛下。北凉是我大京北方的游牧之国，民风彪悍，其铁骑战力冠绝草原。依老臣看，他们此番前来，名为朝贡，实则是来打秋风的。敲诈？这不是给朕送昏君值吗？论当昏君，丧权辱国算是到顶了吧？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让他们来，朕也想见识这北凉的使臣是如何敲诈朕的。我操！李光看着赵明脸上那副跃跃欲试、唯恐天下不乱的表情，心瞬间沉到了谷底。我太难了。他现在需要快速赚取昏君值，而北凉使臣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希望。经验宝宝主动上门，赚昏君值的份者有了。所谓保暖思淫欲，魏忠，老奴在。朕觉得这御书房待着也挺闷的，带朕去后宫转转，看看柔妃。嘿，老奴遵旨。陛下，这边请，老奴给您引路。魏忠谄媚的在前面带路，
穿过几道宫门，前面就是御花园。赵明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不远处凉亭里坐着一个女子。陛下，那是香妃娘娘。香妃身着素雅白裙，侧对着赵明，露出优美的雪白肌肤。这不就是这梦中情人的模样吗？御姐，高冷御姐。他怎么一个人在这？回陛下，香妃娘娘性子喜静，不爱热闹，平日里就喜欢一个人待着看看书。性子喜静，这不就是社恐吗？爱了爱了。我操！你有病啊你！哪里？臣妾参见陛下。被爱妃免礼，爱妃一个人在这里，不觉得闷吗？回陛下，臣妾习惯了。习惯了可不行，快坐下吧，站着多累。这是皇帝，怎么跟传闻里完全不一样？爱妃喜欢看什么书？臣妾只是随便看看一些游记杂谈。游记好啊，朕也喜欢看游记。爱妃可有想去的地方？臣妾想回江南看看。好，等朕把行宫修好了，就带你下江南。香妃彻底不会了，她只是随口一说，皇帝怎么还当真了？陛下，时辰不早了，臣妾该回宫了。啊，这么快？我操！陛下，若是您喜欢香妃娘娘，今夜老奴便安排她侍寝。放肆！朕是那种只贪图肉体的人吗？朕要得到她的心，要让她心甘情愿的、主动的爬上朕的龙床。你懂不懂什么叫爱情？我懂个屁！我一个太监，你跟我聊个的爱情？丁，检测到宿主发表荒谬绝伦的爱情宣言，有违帝王威严，昏君值+1。不愧是我的梦中情人，连看他一眼，跟他说几句话都能涨昏君值。魏忠，不去了，回宫，这样补个觉。赵明吞着小吃，心满意足地往养心殿走去。魏忠看着皇帝远去的背影，又看了看香妃消失的方向，一张老脸就成了苦瓜。他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御花园，一路小跑，来到了柔妃的寝宫。魏总管，怎么样？陛下什么时候过来？娘娘莫急，陛下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先为陛下诞下龙子。只要您能先生下皇子，这皇后的位置就是板上钉钉的事。这还不简单？陛下对我这身子可是痴迷的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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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陛下，我又来了。陛下，启禀陛下，秋水已尽数收缴入库，国库又充盈了不少。好事啊！李爱卿劳苦功高，传朕旨意，各部院衙门最近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都赶紧写折子报给户部，能修就修，能换就换，不要怕花钱。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去，北凉使臣觐见。北凉使陈巴图见过大敬皇帝。蛮夷之邦，竟敢如此无礼！两位使臣远道而来，辛苦了。不知北凉大汉有何指教啊？我大汉说了，只要大靖皇帝答应我们3个条件，我北凉便可与大靖永结盟好，100年之内绝不南下。哦，说来听听。巴图，第一，可让云州、兖州、儋州3州之地作为我北凉将士的牧马场。第二，每年向我北凉进贡白银300万两，锦缎10万匹，粮食50万担。第三，献上大靖第一美人香妃娘娘与我大汉和亲。这3个条件，整个太和殿瞬间炸开了锅。方思请人开肾，简直是痴心妄想。把他们上市，就是你当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向我大靖朝提条件？跟他们报了。哪来的火爆猴啊？好啊，昏君套餐全家桶啊！这要是全部答应，昏君值岂不是直接就破100万啊？穿越后，赵明完全将现在的生活当成游戏来看待。晋朝的其他人，在他眼里全是 NPC， 所以哪怕是对方提出献上香妃，
他也只是微微不舒服了下，并没有多么愤怒。友情提示：割地赔款不属于国库正常开支，无法返现为宿主个人财富，请宿主知悉。这么自私！什么玩意儿？不能返现？敢问陛下，讨论的如何了？你刚才说什么？不对，再说一遍。我说割地赔款线上。哎呦，发生什么事了 ？You suck！ 去你娘的吧！狗一样的东西，也敢在朕的面前淫淫狂吠，怎么给你脸给还他妈割地！朕看是割了你的狗头喂猪比较合适。大他妈的，朕这就赔你一口棺材，让你埋骨他乡，还想要朕的爱妃？你算个什么东西？给你脸了是吧？这还咋整吧？回去告诉你们那个狗屁大汉，让他洗干净脖子里朕等着。不日，朕将御驾亲征，我跟你说啊，你可别把我逮住了！给朕场征服！一连串的国粹输出，把整个太和殿都骂懵了。巴图更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拟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整个大殿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用看疯子一样的神情看着龙椅上状若癫狂的皇帝。让皇帝说狗的吧，说翻脸就翻脸。不能返现，还想让朕当冤大头？你们再想逃子，朕只能爽一罢了。给朕满上！赵明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大殿内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好小子，这股子霸气，这股子狠劲，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先皇的影子。造他的玩意儿！还愣着干什么？滚！给你们3天时间，滚出我大晋国境，不然朕就把你们的脑袋挂在城门上当灯笼。这俩哥们谁啊？好像是北凉那边对皮尤里过来打什么秋风的。年年都有来打秋风的。其实北凉根本不在乎这2条人命。可不，敲诈得手就得吃，失败了无非少2张吃饭的嘴。这种事也只有那边能干得出来了，死得不明不白的，真可怜啊！陛下，没什么事的话，那我们先撤了。滚！爽，比上辈子开会时在心里把甲方骂1万遍还要爽。他正美滋滋地想着，眼角余光瞥见角落里熟悉的身影——一起居郎何文远。不对劲，今天我没有听到那熟悉的昏君直加1的提示音。过来啊！微臣参见陛下。在洗什么呢？给朕看看。何文远犹豫了一下，恭敬地将竹简呈上来。赵明接过竹简，展开一看。帝虽行事乖张，然面对外辱，不堕国威，有先皇之风。臣心圣未知。心圣未知？你喂个屁啊！你是爽了，朕的昏君职呢？赵明咧了咧嘴，一脸不爽。他把竹简还给何文远，拍了拍他的肩膀。最近懈怠了，再接再厉。魏忠，老奴在。来驾柔服宫，朕要去看柔妃。柔服宫内，歌舞升平。赵明靠在软榻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柔妃。陛下，臣妾跳的好不好看？好看，好看极了。次日，御书房内，赵明揉着自己的老腰，觉得沉湎女色撞昏君职效率太低。不行，我得搞点大动作才行。赵明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昨天在朝堂上对北凉蛮子放的狠话，御驾亲征。对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自古以来，想快速花钱，还有比打仗更快的吗？而且，御驾亲征本身就是昏君行为的标配啊！一箭双雕，完美，就这么定啊！翌日早朝，赵明再次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太和殿。有事启奏，无事退朝。朕有事要宣布，朕决定御驾亲征，踏平北凉。话音落下，整个太和殿死寂了3秒。造他的玩意儿！炸开了灯。陛下万万不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岂能如此儿戏？发生什么事？陛下，国库虽有结余，但那是为应对天灾人祸所备。一旦开启战端，糜费巨大，恐动摇国本啊！陛下三思，请陛下收回成命。丁，检测到宿主提出极度昏聩决策，御驾亲征，引起朝堂剧烈动荡，昏君职加5000。丁，检测到兵部尚书张猛激烈反对，昏君职加500。丁，检测到户部尚书李光痛心疾首，昏君职加800。爽，这才是我想要的上朝体验。吵什么吵？朕意已决，不必多言。陛下若执意如此，老臣今日便削减禁乱，以示明之。666不小心按到监视了。冷君呀，
烦死了！我操 ！Oh no！ 我操！放着，我来，废物！丁，检测到御史以死相逼，朝堂秩序濒临崩溃，昏君职加3000。岂有此理！朕是天子，还是你们是天子？一个两个的都想造反不成？退朝！魏忠，你说这样御驾亲征有错吗？陛下想要建功立业，自然没错。也罢，许香妃呢？回陛下，香妃娘娘她病了，今日一早便传了话，说是身子不适。病了，带路吧，朕要亲自去探望。臣妾参见陛下。臣妾身有小恙，衣衫不整，惊扰圣驾，还望陛下恕罪。爱妃哪里不舒服？可传太医看过了。劳陛下挂心，只是些旧疾，并无大碍。许是这秋日天凉，宫墙又高，心里觉得有些发闷罢了。心里发闷？抑郁了？有了。那些臣子不让朕御驾亲征，那朕出去散散心，总没人说三道四了吧？爱妃，你真是我的福星。陛下在说什么？朕是说，爱妃说的对极了。这宫里是挺闷的，朕打算过几日出宫去，到北边去转转，就当是秋日狩猎了。爱妃，可有兴趣一同前往？出宫去北方狩猎？我不是在做梦吧？朕带你去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去骑最快的马，喝最烈的酒，总好过被困在这四方城墙里，无精打采，杳无趣味。臣妾愿随陛下前往。和香妃独处，那种征服高冷御姐的快感，让赵明飘飘然。可一想到自己那富庶的昏君职，心又沉了下去。离开香妃寝宫，赵明直奔柔福宫。哪里？陛下，臣妾今日编排了一段新舞。爱妃快舞来！爽！滚出去！受死吧！还不行，我休息休息。陛下，各位大人已经在太和殿等候，该上朝了。我不干了！朕今日身体不适，休朝。别忘了把朕的旨意传达给他们。太和殿前的白玉广场上，大臣们已经炸开了锅。又不上了！昨日刚刚御前咆哮，怒斥蛮夷，今日便又沉湎后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魏忠再次出现在太和殿门口，手里捧着明黄色的圣旨。陛下有旨。百官条件反射般跪了一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近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念及祖宗狩猎之志，欲往北境，行围猎之事，以彰我大晋国威。着兵部、户部即刻筹备，一应所需，不得有误。钦此。圣旨宣读完毕，整个广场死一般的寂静。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回去告诉陛下，边境乃国之门户，岂是围猎游玩之地？他这是要把自己当成活靶子，送到北凉人的刀口上吗？张大人，这是陛下的旨意，咱家也只是个传话的。传话的，我看你就是个蛊惑君王的奸佞。陛下胡闹，你也跟着胡闹。
给我狠狠的打！无法无天，先是要御驾亲征，现在又是要去边境狩猎，他到底想干什么？真以为打仗是小孩子过家家吗？依我看，陛下这就是在跟我们赌气。对，赌气，拿国之安危来赌气，这是君王所为吗？聂美劝有用吗？诸位忘了太傅是怎么倒下的了？给我抓起来！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去边境送死？送死？谁说陛下是去送死的？诸位，陛下要去，我们拦是拦不住的。既然拦不住，那为何不想办法让这件事变得对我们、对大境有利？什么意思？随行的仪仗要按照最高规格，让他威风八面；随行的军队要带上我大境最精锐的经营神机卫；随行的将领要选最能打、最有谋略的；随行的粮草、军械、马匹要准备最充足的。李光越说越激动，但说到一半，自己也愣住了，绕来绕去，这他妈不还是御驾亲征吗？就这么办吧。别的都好说，粮草军械总能凑出来，可这最能打的将领不好找啊。如今招中的武将大多都是勋贵之后，平日里遛鸟斗鸡是好手，可谁真正上过战场？你的鸟还挺好看，让我摸摸。满朝文武，竟找不出一个能堪大用的武将吗？若是有，老夫何至于此？我倒是想起一个人选，此人姓岳名羽，曾是我大境的北境干将，只是他如今是戴罪之身。什么罪不罪的，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什么背景、什么级别？只要他能打，只要他能护住陛下周全，那他就是天大的功臣。那如何将他推给陛下？对，陛下行事如此荒唐，做正事不容易，走捷径开后门有何难？众人脑海中浮现魏忠面白无须，头戴高帽，面带和善笑容的模样。听说了吗？新皇登基没几天，不干正事就要跑去边境打猎玩乐，这叫什么事啊？败家子啊！先皇攒下的家底，怕不是要被他这么几天就败光了。短短一个上午，赵明的昏君之名就已经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深入人心。养心殿内阳光正好，赵明在一片柔软的锦被中睁开眼睛，只觉得神清气爽。丁，日常任务结算，逛朝一日，昏君值加1000。丁，检测到宿主昏聩之举，北境秋狩，引发京城官场剧烈动荡，满朝文武怨声载道，昏君值加5万。丁，检测到昏君之名在京城民间大范围传播，百姓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昏君值加8万。丁，检测到您的负债已清空，当前昏君值21万。发财了，发财了！21万，就睡了一觉的功夫。我悟了，我彻底悟了，什么沉湎女色，什么旷废早朝，跟这种动摇国本的大项目比起来，简直就是小打小闹。北境必须去，这狩猎非打不可，这简直是我的龙兴之地，发财宝地。陛下，您醒了。进来吧。陛下，您要去北境狩猎，关乎龙体安危，随行护卫的将领必须得是个万分可靠的武将才行。老奴斗胆倒是知道一个人选，此人武艺高强，忠心耿耿。就是出身低了些，不知陛下要不要见上一见？皮外交易，卖官鬻爵，还是你小子会来事啊？怪不得皇帝都喜欢奸臣呢，奸臣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朕超喜欢。马上带他来见朕。老奴遵旨。赵明心里清楚，魏忠肯定是收了别人的好处，不然有真本事的，谁稀罕走这种塞钱的门路？奸臣都是朕的被动收入来源啊，只要朕身边都是奸臣，每天哪怕什么都不干，昏君值还不是哗哗往上涨？启禀陛下，人带到了。快让他进来。是。魔将越狱，参见陛下。他看哪儿呢？你瞅啥？陛下赎罪，魔将
末将天生演技，事物与常人不同，并非有意冒犯陛下。魏忠，这就是你说的武艺高强，射箭能射到靶上吗？砍人不会把自己人砍一身血吧？糟了，我就说李光那个狗东西一向自诩清廉，怎么会帮人出钱走后门？这不会是他设的计，想要坑死我吧？我那亲戚的事情，就由老魏总管多费心了。李大人客气了，都是为陛下尽忠。既然是您推荐的人，自然是没有问题。但赵明接下来的一句话，让魏忠心情立马阴转晴。行吧，看在你还算老实的份上，朕就给你的机会。从今日起，你便是此次北巡的随行护军副统领，官拜正四品。好好干，别让朕失望。副统领，正四品，我只是个副衔在家，连俸禄都快发不出来的从6品校尉啊。陈月宇，谢主隆恩。行了，岳爱卿，往后好好干，朕看好你。完美，昏君配上眼疾将军，这组合绝了。在赵明的坚持，百官还是捏着鼻子同意了他的去边境求生。副部、兵部以及工部3部尚书随行。陛下，您尝尝这个，臣妾亲手为您包的葡萄。行，烦死了！一个热情似火的红玫瑰，一个清冷如月下的白莲花，其人之福莫过于此。昏君值785421，快80万了，这才出境几天，这昏君值涨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陛下，您看香妃姐姐出来一趟，人也活泛了不少呢。我操，那也是垃圾。同赵明熟悉之后，香妃和柔妃2人便经常在赵明面前明争暗斗。总比不上有些人一刻也离不得男人。我这是心疼陛下，不像某些人冷冰冰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块木头。狐媚之术终非正道。好了，都少说2句，都是朕的爱妃，要和睦相处嘛。你才是狐狸精，你全家都是狐狸精。以前太年轻，不懂宫斗剧好看在哪里，现在丁，检测到宿主行为邪美出游，荒唐无度，昏君值加2000。这才是皇帝该有的生活。就在赵明享受着他腐败堕落的狩猎之旅时，这支队伍的动向早已通过无数条秘密渠道传到了北凉王庭。此刻的北凉王庭气氛肃杀。大汉，探子来报，那晋朝的小皇帝已经过了云州，正朝着我们这边来呢。我操！他还真敢来！我当是什么人物？原来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口小儿。阿瑟，你怎么看？武汉，儿臣以为这是天赐良机。那晋朝小皇帝放着好好的皇宫不住，带着5万精营，跑到我们家门口来打猎。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纯傻子！精营兵马虽然精锐，但他们养尊处优，哪里见过我们北凉的风沙？长途跋涉，人困马乏，正是我们一举将其歼灭的大好时机。武汉，儿臣请战。儿臣定将那晋朝小皇帝生擒活捉。说得好，传我王命，命太子阿瑟为帅，集结我北凉最精锐的10万铁骑南下，告诉儿郎们，抢来的粮食、布帛、金银都是他们的，人也是他们的。小皇帝抓活的，恩汉要当面问问他，是什么给了他对北凉应声说话的资格？本汉要北凉与晋朝结为父子之国，日后晋朝向北凉年年进贡，与国同享。喂，哎，咋的了？龙辇缓缓驶入大营。然而，当赵明走下龙辇，真正看到那些前来接驾的边军士卒时，那份好心情瞬间烟消云散。眼前的士卒，一个个面有菜色，颧骨高耸，眼窝深陷，明明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他们身上穿着的
却是单薄的下移，不少人的甲胄更是破破烂烂。我操，这就是大晋的精锐边军！指望这群看上去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镇守边疆，这是哪个大聪明的主意？李光，咋的了？臣在。你看看，这就是我大晋的边军，这就是给朕开守国门的将士。他们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用的又是什么？朕不求他们跟金营那帮少爷兵一样，但起码得像个人样吧。朕给你3天时间，把他们的伙食、衣物、军械全都给朕换了。钱不够，就从朕的行宫预算里扣。朕不想再看到他们这副鬼样子。陛下，万万不可！自古兵卒粮饷皆有定制，您这样是乱了祖宗的规矩啊！哎呦，规矩，涛哥，我错了。朕没看到也就罢了，现在他们就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朕看着膈应。朕不管什么祖宗规矩，朕只知道，他们要是连饭都吃不饱，天冷了连件厚衣服都没有，凭什么去和敌人拼命？朕走之后，你们爱怎么搞怎么搞。但朕在一天，他们就得给朕活得像个人。陛下这是眼不见为净啊！跟之前修建行宫那种无底洞式的开销比起来，这笔钱也不算多，罢了，不差这么点了。造他就完了。赵明回到黄金大帐里，怡然自得地享受着悠闲时光。丁检测到宿主改善边军待遇，有违昏君人设，军心凝聚，威望提升，昏君值减3万。丁当前昏君值11万。有没有搞错？对边军好点会扣昏君值？去他妈的！老子都要回家了，还不能由着性子来一回？白天，赵明带着粤语那个斗鸡眼将军抓住他，在附近的山里，但却连根兔子毛都没打着。而到了晚上，赵明就回到大帐，搂着柔妃，夜夜笙歌。丁检测到宿主白日西猎，夜间纵情，昏君值加5000。丁宿主西猎无度，纵情声色的事迹已传回京城，招致百姓谩骂，昏君值加1万。骂，接着骂，朕的大业可就全靠你们了。丁当前昏君值95万。照这个趋势，就算我什么都不干，每天就这么混日子，最多再过半个月，昏君值也能稳稳的突破100万。人过留声，雁过留名，是时候准备大活了。赵明早就想好了，今晚要整什么大活。此刻，他表面似乎在饮酒作乐，实际上却有些小激动。论当昏君，只有商纣王这个老祖宗在行啊！酒食肉林是来不及了，但烽火戏诸侯必须体验一把。只要蓝烟一起，天下震动，别说区100万昏君值了，再多1倍都是手拿把掐。从没见过这么能搞事的皇帝。嘘，小点声。大军调动，然后我再以劳师动众为理由犒赏边军，又是一大笔花销，又能薅一笔。爱妃在想什么？陛下，您都不知道吧？今日可是香妃姐姐的生辰呢，看姐姐这副模样，想必是想家了。啊，这不是瞌睡了正好送枕头吗？陛下，去你娘的！爱妃，想家，朕不就是你的家人吗？如此大喜之日，何必伤悲？朕送你一份普天之下只有皇帝才能够送出的礼物。传朕旨意，点烽火。点烽火。陛下，您说啥？点烽火。烽火起，国门破。按大晋朝律法，皇帝亲令点燃烽火，则300里内全军必擒亡。赵明此令之荒唐，吓得粤语魂飞魄散。你眼神不好，耳朵也聋了吗？今日是朕的爱妃生辰，朕要点燃烽火为她庆生。陛下，这会引起边军恐慌，秩序大乱的。再啰嗦，朕砍了你的脑袋！陛下，万万不可啊！老奴求您了，这狗奴才，滚一边去！点个烽火而已，又不是要杀你头，你怕个屁啊！月月，末将遵旨。
狼烟是狼烟。第一袭，北凉人冲着逼下去了，呼家呼家。检测到宿主惊天之举，烽火戏诸侯，动摇国本，引发边军大恐慌，昏君值加50万。一次就加50万，太好了，爱妃，这份礼物喜欢吗？爱妃，你是欢喜的晕过去了吗？陛下，万万不可！陛下，烽火乃国之重器，您这是要将我大晋100年基业付之一炬啊！检测到3位尚书死谏，君臣矛盾激化，昏君值加1万。哼，吵什么？这位爱妃庆生，何时也能轮到你们唧唧歪来？一群老东西，扫兴！陛下，边军大乱，您竟还只想着玩乐？真是天子，天下都是朕的，朕想点个烟花，还要跟你们报备。陛下若执意如此，那臣等唯有以死劝谏。你们是不是真的以为朕不敢把你们怎么样？来人，把这3个顶撞朕的老东西拖下去，一人打30军棍。抓起来！陛下，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怎么使不得？30军棍而已，死不呀！我的陛下哎，军棍是碗口粗的，实心硬木，10棍下去人就残了，30棍下去，3位老大人直接就去见先皇了。行了，看在魏忠这条老狗还算忠心的份上，30军棍便免了。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有了，这就罚你们每人写1篇1000字的检讨，要深刻，要发自肺腑。明天一早，当着全军将士的面，给朕大声朗读出来。陛下怎能如此折辱？臣遵旨，谢恩。慢走慢走，记得交作业啊。昏君值加1。捣蛋鬼在哪里？帝之行径荒唐无道，辱众臣如草芥，其昏聩，其残暴，亘古未有。此非君，乃国贼也。大晋亡国不远矣。我命休矣。国贼骂得好啊，再多骂点，就这么写，把朕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朕一五一十的记下来，做好了朕大大有赏。臣遵旨。良辰美景，岂可辜负？2位爱妃，随朕同游，共赏烟花。悄悄地进村，大枪地不要。太子殿下，探子回报，晋朝小皇帝的大营距离我们已不足30里。30里不过是一个冲锋的距离。全军准备。不好，晋人发现我们了。不可能，我们行动如此隐秘，除非我们军中有晋朝的探子。那还打吗？打！晋朝军队战力一般，哪怕是正面对战，也绝无可能是我10万铁骑的对手。冲冲冲！爱妃，来，干了这碗回魂酒。陛下，外面这动静似乎是有大队骑兵在冲锋。朕的烽火军令一下，方圆300里的兵马都在赶来，这阵仗够不够给你庆生？陛下，20里开外有大队骑兵朝我们而来，应当是北凉人的骑兵杀过来了。北洋骑兵？你在说什么胡话？给朕滚下去！唉，这岳羽果然不是当将军的材料，连这点常识都不懂。狗日的北蛮子，饶我好叫，此仇不共戴天！兄弟们，杀！哦，不好了！太子殿下，里面出现了大批禁军，西面也全是禁军的旗帜。我们的后路也有大批禁军重骑兵封堵。我们被包围了，以身为饵，点燃烽火为号，由我主力深入，在四面合围，聚而歼之。晋朝小皇帝竟如此深不可测，我错怪陛下了。
陛下不是在胡闹，此乃千古奇谋。陛下圣明，将士们随我杀敌，莫要辜负了陛下的运筹帷幄。陛下圣明，众伎俩。兵败如山倒，明日之败，非人之过，你快逃吧！末将断后，殿下回去之后，请交给你。好。你看，朕就说没什么事了，不过是他们演习闹出了动静大了点。来来来，陪朕喝一杯，压压惊。搞啥呢？到底会不会开车 ？Hughes 叫你。嚯，这非主流造型，小模样挺别致。陛下，是北凉人。这。我的马！可恶的晋人，居然这样也能碰上这晋人皇帝！天不亡我阿瑟！小的们，听好了，抓住晋朝小皇帝，我们就能全身而退！杀！发了发了！既然真的是北凉人，如果被抓住去北凉留学，岂不是能够和秦晖二弟比肩？这群蛮子真是我亲人啊！我身边只剩110来个残兵，那龙撵周围是上千精锐，想冲过去真是难如登天。天还是要亡我吗？这不准开！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啊？万万不可啊！陛下，对面是北凉太子阿瑟，自小操练武艺，是战阵猛将。为今之计，还是要避其锋芒，以待救援才是上策。我避他锋芒，别朕滚开！朕乃大晋天子，岂容尔等北蛮在此撒野？今日朕必要亲自下场，与你这北蛮单挑。本太子倒是第一次见你这般勇武的人，你这皇帝怎么看都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倒像是急着送死。莫非这次大战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来呀！既然你急着投胎，本太子便成全你。竟敢如此狂妄，今日定要让你尝尝北凉的厉害。嘿嘿，系统显示昏君值已经到100万了，随时都能拍屁股走人。一旦被这阿瑟抓了，昏君值还怎么掉？到时候朝上那帮老家伙为了救我，肯定得交大笔赎金，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都会进我的小金库。再薅这笔狠的，我就能美滋滋回归现代了。来吧，阿瑟，够慢嘴，末将酒驾来迟。啊！哎呦，你干嘛？混蛋呀！关键时刻怎么还是这么不靠谱？滚开！这要亲自收拾他。陛下且安坐饮酒，末将去就来。晋朝原来还有这种猛汉吗？我完全没法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进攻路数。我跟你没完，你等着我！不是吧？将军你真会啊！我的钱啊，我的现代啊，一生一世回不去，
回不去。狗蛮子受死！枪下留蛮，岳将军住手啊！先别杀，这可不能让他死在这，不然可就真要成千古明君了。哇，光头！荒唐，简直是旷古未有之荒唐！竟点燃那烽火，只为博妃子嫣然一笑，这就是千古未有之昏君！我大靖的脸都被丢尽了。哎，百年基业啊！先帝当年马革裹尸打下的江山，萧绎干时创下的盛世，难道真要在其手中毁于一旦吗？我愧对列祖列宗啊！毁便毁了，这万里江山本就是他赵家的私产，我等做臣子的操碎了心又有何用？这顶乌纱帽，谁爱戴谁戴去！老夫不干了，明日一早，我便递上辞呈，归隐田园。辞官，你我若走了，这朝堂之上还有谁能直言进谏？直言进谏，与其陪着这昏君一绌万年，不如归去，好歹能落个清白名声，不至于将来在史书上与这昏君同列。李光发出一声机不可闻的长叹。张猛无法忍受皇帝的昏聩，他这个户部尚书又何尝不是夜夜难寐？这问你，这天下是朕的还是你李光的尚书？你现在教朕怎么当皇帝，朕懒得同你废话。能干就乖乖拿钱进行宫，不能干就跟陈渊那老东西一样，给朕滚回家钓鱼去。也罢，这污浊的官场我也待够了。明日你我一同递上辞呈，同去。好，既然决意归隐，今日老夫便要将这满肚子的愤懑痛痛快快的骂出来，让这昏君知道什么是民心向背。陛下昏聩不道，是国法如无物，以镇国之重器戏耍万军，辱朝廷之重臣如草芥，大兴土木见瑶台，若不悬崖勒马，恐社稷危亡，指日可待。启禀两位大人，北凉10万铁骑夜袭边关，陛下运筹帷幄，一战进阶来敌，现已升请北凉太子阿瑟。你再说一遍。今夜北凉出动10万铁骑夜袭，陛下点燃烽火，便是为了应对此战。点燃烽火是为了调集大军，围剿10万铁骑。难道陛下真是个天才？原来如此，从一开始，陛下执意孤身犯险，便是要一举解决北凉的威胁。可笑，我等竟以为他是在胡闹。李大人，咱这请辞折子还写吗？李尚书，你这是？啊，什么请辞折子？本官何时说要请辞了？张大人莫不是听错了？愣不要脸，还得是你啊！你个狗！走去看看陛下，看陛下。可是陛下英明神武，所思所虑，其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揣度的。你我二人虽然死谏，也是发自衷心，有什么不好意思？有道理，等等我。好计谋，好一个以身为饵，诱敌深入的惊天妙局！我北凉10万铁骑，披坚执锐，纵横天下，到头来竟成了你这渔夫扬名立万的踏脚石！我不甘心，我恨啊！神踏马垫脚石，明明是想让你把我踩在脚下，随便拿捏，当个安安静静的俘虏娃娃。这剧情走向怎么完全跑偏了？亲眼所见，绝非虚言。陛下这是何等胆识，何等魄力！陛下牛逼，简直是千古一帝之姿啊！陛下英明神武，竟不惜以身犯险，深入虎穴，谈笑间便拔起了北凉铁骑的雷霆之威，解除了我大靖心腹之患。此等不世之功业，足以彪炳史册，光耀千秋啊！不是，陛下神机妙算，运筹帷幄于朝堂之上，决胜千里于北境之外。臣等先前有眼无珠，还在私下议论陛下沉溺酒色，不理朝政，险些误了陛下这等惊天伟地的大事，臣罪该万死。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快住口啊！你们在胡思乱想什么？
因宿主神机妙算，国威大震，昏君形象受到毁灭性打击，昏君值减5万。5万。检测到兵部尚书张猛对您心悦诚服，昏君值减8万。检测到户部尚书李光对您忠心不二，昏君值减10万。检测到北境20万边军将士认定你解决了北凉威胁，对你感恩戴德，昏君值减20万。这样先缓一缓。陛下，您没事吧？我他妈只是想玩个烽火戏诸侯啊！为什么北凉人偏偏会这个时候撞上来？他们晚上不睡觉的吗？干嘛？晋朝皇帝，你别欺人太甚！我都被你抓了，你还想干什么？不是说你们晋人不虐待俘虏吗？陛下这是在干什么？你睡什么睡？朕都没睡，你在这睡，让你偷袭，让你偷享武德，让你偷袭还被抓住，废物！天子第1号大废物！早知道当时还是应该让岳宇给你捅个对穿。陛下这是解决了心腹大患之后太过兴奋了吗？还是说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计划？等下，李尚书，我懂了，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我已经理解了一切啊！懂什么了？陛下这是在杀人诛心，杀人还要诛心，好可怕！大大，你是来接我了吗？是孩子，我只是你的幻觉，你爹还没去腾格里呢。哦。北京大捷15日后，普天同庆，但作为最大功臣的赵明，却像是病了。陛下，该吃药了，再不喝药就要亡了。不，我不喝。陛下，文武百官和京城百姓都出城百里相迎了，所有人都说陛下乃是古往今来数1数2的军神，如今万民翘首以盼，都想亲眼见见咱们大晋朝的定海神针呢。陛下可一定要保重龙体，莫让子民们担忧啊！第检测到千古圣君之名传遍大晋，您的威望达到顶峰，昏君值减30万。顺便一提，您当前昏君值负98万5421，距离任务完成还需要198万5421点昏君值。军神？什么千古圣君？这是昏君，这是天字第1号的昏君啊！你们都瞎了吗？朕是昏君，朕是昏君，真是昏君！朕明明就是昏君啊！唉，陛下都开始说胡话了。可怜的陛下，为了大晋操碎了心。造孽！心好累，毁灭吧！赶紧的，两位妃子先出去吧，朕想一个人静静。当那辆金光闪闪出现时，人群爆发出相互咆哮的。然而，龙辇内的赵明却烦躁到了极点，看着外面那一张张狂热崇拜的脸，只觉得胸口堵得慌。吵死了！死哪去了？我操！老奴在，把他们都给朕赶走！陛下，此乃万民归心之景，此时此刻唯有您出面，才能安天下之心啊！半个月来，赵明一直都处在昏君之同等之中，心都要碎了。现在听到魏忠的这番话，他更是忍无可忍。朕的心都要碎了，哪来的功夫安天下之心？
再说，凭什么？整个天下都是朕的敌人，如果不是他们，朕早就是一个合格的昏君了。连你这个狗奴才都跟朕作对。别，道哥，我错了。一个优秀的太监，总能把危机转化为机遇。陛下连日操劳，龙体疲惫，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各位大人，请回吧。是啊，陛下是何等人物，岂会在意这些世俗的吹捧？紧接着，魏忠又是一通呼吁，说什么陛下心系战后抚恤，惦记边疆将士，实在没心情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庆典。一番话说的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能被陛下金角踹下龙辇，这是何等的荣耀啊！这说明魏总管和陛下关系好，不分彼此啊！我也想被圣君踹一脚，与有荣焉啊！起驾回宫。魏总管，陛下最近身体可好？魏公公，您胜券正浓，日后还请多多提携啊！魏公公，下官一点小小的心意。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自从北京大捷的消息传回来，群臣振奋的同时，也十分好奇北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要知道，晋朝立国100年以来，面对北凉一向败敌胜手，一举歼灭10万骑兵的战果，前所未见，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奇迹。啥呀？咋的了？哦，不好意思，各位大人，3位尚书大人来了。OK。我操！你干嘛？有病吧！你们为何？太傅，我们都错了，错得离谱。陛下，他乃是新君，是我等有眼无珠，没有看到陛下的雄才伟略。我操！圣君，这张大人、李大人，你们在北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诸位，陛下之才略，当真是古今第一。我李光从未想过仗还能这么打，如今想来，或许陛下在出京之前就谋划好了一切。面对同僚们你是不是疯了的眼神，李光决定放出猛料，把这群人的世界观彻底颠覆。他开始舌灿莲花，将赵明到了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都说了出来。我们都大错特错，陛下北狩根本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那所谓的烽火戏边军也不是为了取悦妃子。李光说的口干舌燥，陈渊等人听得如痴如醉，就连张猛两个亲历者也是一脸亢奋。那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是为了有敌。神没错，陛下故意点燃烽火，就是为了给北凉人放烟雾弹，让他们以为我大靖边防空虚。陛下玩物丧志，亲涉险地，有机可乘。然后呢？
然后陛下以身为饵，将北凉大军引入了我军的包围圈。我操，牛逼！我操！一夜之间，北凉10万铁骑全军覆没，连人带马打包送走。北凉太子阿瑟被咱们岳羽将军3招之内生擒活捉。别，道哥，我错了。这说的是老夫那个连兵书都懒得翻，一提军国大事就犯困的学生。这都是真的？哎呦我去！千真万确，我跟李尚书亲眼所见。太傅高，实在是高啊！陛下有今日之雄才大略，运筹帷幄，皆是太傅您10数年如一日，悉心教导之功啊！我操！是极了，是极了！若非太傅言传身教，陛下纵然是美于天成，也未必能成长如此迅速。哎呀，我的天哪！我操，牛逼！几位尚书狂拍陈渊马屁。哪里都是陛下天纵奇才，老夫不敢居功。陈渊早已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总觉得6部尚书口中的皇帝和自己认识的那个皇帝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他开始回想赵明登基以来的种种行为。陈渊越想越觉得古怪，皇帝所为看似昏聩，实则一环扣一环，步步为营，行宫未见，10万灾民却感恩戴德。自己这个绊脚石被踢开，皇帝乾纲独断，百年边患，一招的解。一瞬间，陈渊认为自己全明白了，皇帝只是用荒唐伪装自己，他想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昏君，这只是他掩饰孤独的一种表象。没有人比皇帝更在乎大晋朝。诸位，我们可能都误会陛下了。众人安静下来，陈渊将陛下可能有心急这个猜测说了出来。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陛下的心里苦啊！太傅所言，振聋发聩，这是心病啊！陛下有千古圣君之姿，岂能因这等心病在青史上留下污点？我等身为臣子，10君之路，担君之忧，绝不能坐视不管。没错，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必须帮陛下克服心魔。不如由太傅您亲自出马，日日为陛下讲经解惑，抚慰圣心。王大人此计甚妙，解铃还须系铃人。陛下准了老夫告老，怕是存了让老夫远离朝堂之意。如今之计，老夫恐怕不宜出现在陛下面前。那该如何？你们都是陛下信重的臣子，诸位还当齐心协力才是。老夫替陛下谢过诸位。理当如此。众人群策群力，想出许多办法。诸位，我等多位重臣在此密议，若是传扬出去，恐有结党之嫌，这可是朝堂大忌啊！结党，钱大人，你且看看这满屋子的人。老夫3朝元老，你们6部尚书，我大晋朝堂的顶梁柱都在这里。我们结党是要对付谁？是啊，对付谁？对付皇帝吗？我们明明是为了皇帝，对付权臣。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最大的权臣。我们结党是为了一己私利，谋取富贵吗？我等10君之路，忠君之事，所作所为，皆为大晋江山，可昭日月，问心无愧。问心无愧。若非要给今日之事冠上一个结党的名头，那老夫便认了，因为我等便是保皇党。太牛逼了！保皇党3个字一出，让所有人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荣耀感。我们不是结党营私，我们是为了守护陛下。我等愿意派马首是瞻。自今日起，凡陛下旨意，我等不可再以常理揣度，更不可轻易反对。尔等可明白？臣等遵命。
啥情况？我靠！检测到保皇党成立，群臣归心，您的圣君威望已稳如泰山。昏君值减20万。我靠！当前昏君值负1185421。不想活了是不是？不仅没赚到钱回家，反而盗窃了系统100多万昏君值。这哪里是当皇帝，这他妈是坐牢啊！无期徒刑！不行，我赵明21世纪优秀青年，怎么能就这么认命？不就是付了100多万吗？周幽王的路子走不通，我不会学隋炀帝吗？隋炀帝不行，我不会学宋徽宗吗？我这不信，我把所有昏君的经典操作都复刻一遍，你们这群脑补怪还能把我吹成圣君？陛下，老奴魏忠求见。进来。这什么玩意儿？这啥事？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好字，好一个有志者事竟成。陛下这是在鞭策自己，也是在鞭策天下人啊。再看那句苦心人天不负，陛下北境之行以身为饵，劳心劳力，可不就是苦心人吗？大破北凉就是上天对他最好的回报，高，实在是高啊！陛下圣明，我操！此2句蕴含天地至理，振聋发聩下，请陛下准许老奴将此墨宝装裱起来，悬于殿上，供万世敬仰。有事快说，无事快滚！陛下大喜，天大的喜事啊！您之前下旨在城外为灾民兴建的那座行宫建好了。说到行宫，赵明心里就来气。这座行宫本该让他民怨沸腾，昏君值暴涨，结果被李光一通操作，让他成了人人称颂，简直是干啥啥不行，当道堂第1名。陛下，孙尚书说那行宫完全是按照您的心意建的，里面的陈设用度更是……滚！老奴该死，老奴该死！小兔崽子，他反了你！救命啊！榜样有的是，这一个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现代青年，难道连抄作业都不会吗？你有病啊你！我操！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笔墨四侯。这一夜，御书房灯火通宵，宫女太监们远远看着。自从北境大捷后，陛下已经很久没这么早来上朝了。再看陛下这副被掏空的样子，保皇党天团的核心成员们心都揪了起来。陛下定是为了国事又操劳了一夜啊！看看这是何等的勤勉，我等为人臣子竟还在家中安睡，真是惭愧。陛下龙体为重，国事虽繁，也请陛下务必保重身体，切莫操劳过度啊！是啊，陛下，您乃万经之躯，若是有丝毫损伤，是我等之罪，更是大晋亿万子民之痛啊！待会希望你们还能这么关心朕。我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一，自今日起，早朝暂停，朕将于城外行宫过冬，有事上奏，无事勿扰。话音刚落，殿内一片骚动，不上朝了？还有这种好事？不对，这太荒唐了！
其二，举国选秀，凡年14至20者，无论出身，皆可入选。于行宫之内建千美殿，当为朕及其1000名美人，日夜歌舞。如果说第一条是惊愕，这第二条简直就是炸弹。选秀1000人，荒唐。其三，着户部、工部牵头，开凿一条由京城直通江南的大运河，以利镇南巡游玩。其四，大靖沿海，即刻开海，准许万国来商。其五，盐铁之境，即刻废弛，改为官商共营，官职皆可捐书而得。其六，设东基市场，监察百官，封文奏事，一体擒拿。东厂提督由内官监总管魏忠兼任。魏忠每念一条，大殿内的空气就凝固1分。当6条旨意念完，整个太和殿死一般的寂静。陛下，万万不可！此6策，乃亡国之策，求陛下赎回成命。亡国之策，朕要的就是亡国。启禀陛下，臣有事要奏。这又是哪个想不开的？陛下按照祖制，陛下登基之后，便该为您勘探风水，修建皇陵。工部已拟定了几份章程，还请陛下过目。修皇陵3个字，让赵明眼睛一亮。对啊，我怎么把这么经典的昏君项目给忘了？大胆！朕春秋鼎盛，你就要给朕修坟？孙浩，你是不是盼着朕早点死啊？我操！救命啊！拿来吧你！我不是，自古以来，皇帝登基就修陵，这是祖宗规矩啊。我只是例行公事，怎么就成了盼着您死了？赵明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他要趁热打铁，放出终极大招。给朕记下来，圣旨再加1条，即刻起，召集天下所有有名的方士、术士，给朕来京城。朕要炼丹，朕要长生不老。此话一出，一直沉默不语，努力进行脑补解读的6部尚书，那一张张古井无波的脸，终于齐齐变了。陛下，这过分了，这已经不是伪装昏聩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保皇党可洗不动了。我太难了。退朝。就在赵明搬去行宫，准备享受腐败生活的时候，魏忠已经走马上任。都说说吧，陛下将东厂交到咱家手里，这是天大的信任。咱家要是办不好，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陛下？啊，对，干爹说的是，陛下圣明，设东厂以监察百官，整顿吏治，此乃开天辟地之举。我等定当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Nice。你个马屁精，场面话谁不会说？咱家问的是具体该怎么干。殿内瞬间安静，这群在宫里勾心斗角是一把好手的太监，此刻都犯了难。监察百官，怎么监察？派人去听墙角吗？可他们这独特的身份，目标太明显了。干爷爷，别的都好说，可咱们没人啊！一句话点醒了所有人。是啊，东厂现在就是个空壳，除了他们这10几个太监，手下办事的人一个都没有。人手这方面，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爹，咱们是没人，可是有人有啊。刑部大牢里关着的那些江洋大盗、采花贼，还有那些别国派来的探子，这些人哪个不是身怀绝技、精通鸡鸣狗盗之辈？他们爬墙上屋打探消息，那可是专业对口啊。对啊。兄弟们，打死他！他妈的畜生啊！对呀，咱家怎么没想到？这不就是人才引进吗？他们都是戴罪之身，只要咱家许诺给他们一条活路，还怕他们不忠心耿耿为东厂卖命？就这么办，你们立刻去刑部，把所有在押人犯的卷宗都给咱家调过来，咱家要亲自挑选。
是。一群太监领命，兴高采烈地离开。哎呀！书房内，陈渊一句话镇住了全场。6位尚书面面相觑，感觉自己的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可是太傅这7条实在是离经叛道。诸位莫急，诸位且看。我问你们，修运河、贯通南北，是不是历朝历代的梦想？只是他们不敢做，怕国力耗尽。可我大晋如今国库充盈，为何不能做这千秋功业？开海境，你们只看到海防之患。但开海果真没有丝毫益处。老夫可是听说，沿海走私客，年入10万2白银都只是等闲。卖官鬻爵，我看是打破氏族垄断，给那些有钱有能力的商人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反正不争，留进1万钱，给我造他就完了。至于东厂，魏忠对陛下忠心耿耿，有他掌控，你们担心的宦官弄权，至少在陛下临朝时不会出现。但是东厂设立，好处确实太多了。原来陛下每一条看似昏聩的旨意背后，都隐藏着如此深远的布局。陈渊干咳了一声，虽然他说的斩钉截铁，但其实心虚得很。其实他从来都不相信自己花费20年教导出来的是一个大昏君，这也是他推动成立保皇党的私心。还傻了买瓜子儿去！那炼丹呢？总不能说陛下追求长生也是为了江山社稷吧？这个怎么洗？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又都聚焦在了陈渊身上。太傅课堂。孙浩的提问让陈渊好悬一口气没上来。这个孙大人呐，当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哎，没办法，硬洗吧。忍吧。有了，你们以为陛下是真的要长生吗？错，大错特错。
陛下这是阳谋，他故意摆出求仙问道的姿态，就是要将天下所有的方士、术士，这些蛊惑人心、装神弄鬼的不安定分子，全都吸引到京城来。来了！哎呀！咋的了？如此方可正本清源，肃清思想，以绝后患。6位尚书到身边，瞬间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给我！我等愚钝，险些误解了陛下的圣意，多谢太傅点醒，请太傅私下，我等接下来该当如何？陛下的旨意，你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更要执行，在执行中去领悟、去参透，不惜一切代价，将陛下的宏图伟业完美的变为现实。放心大胆去做吧，老夫教导陛下20载，自认这双眼睛还不瞎，这天下没有人比老夫更懂陛下。胜，是，是，退，是，是。与此同时，当京城的大臣们在为皇帝的深意而激动时，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打火机也没了。牛逼！嘿嘿，举手！恶龙咆哮！嗷呜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皇帝的第2道亡国册卖官鬻爵也传到了富庶的江南。那就先这么办，后天老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老爷，京城来的圣旨，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圣旨能让你这么激动？没看到这还有客人呢吗？慌慌张张的，难道是皇帝要认我当干爹？管家将圣旨的内容一说，重点强调了盐铁之境，改为官商共赢，凡盐铁司7品以下官职，皆可捐书而得。那个，我还有点事得先回趟家，告辞。钱万三这辈子什么都有，金山银山，美女成群，唯一的遗憾就是身份，商贾在士农工商里排最末，社会地位约等于0，他的儿子孙子也注定一辈子被人瞧不起。
机会来了！捐官，捐一个盐铁司的官，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既能名正言顺的赚钱，又能让子孙后代摆脱商贾的身份，光宗耀祖。哈哈花花，我钱某人终于要当官老爷了！快给老子备车，不备船，把库房里那100万两现银全都给老子装船。老子要去京城，谁敢跟老子抢这个官位，老子就用银子砸死他。与此同时，无数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的奇人异士也纷纷动了起来。终南山的老道施礼了礼拂尘，最后看了一眼道观的方向。少林寺的武僧披上了袈裟，辞别了长老与一众师兄弟。苗疆的黑袍人收起了毒虫，融入了漆黑的夜色。众人星夜兼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京城，给皇帝炼丹，以求得那被誉为千古昏君标配的长生不老。穿越以来，赵明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这次的亡国计策绝对万无一失，昏君之肯定涨风了。赵明心满意足地张开嘴，准备享受这腐败的果实，顺便看看自己这次的杰作到底给自己带来了多少收益。系统，打开面板，让朕看看朕的昏君值。一阵引擎轰鸣声后，那个令他熟悉的猥琐小蓝精灵并没有出现在他身边。哦，对了，我忘了，我看您打扰了。解除密码是什么来着？因为系统主动通报十分频繁，事无巨细，赵明已经将系统调成了免打扰模式，只有他主动唤醒才会提供数据。开机，昏君系统启动。赵明沉思了一会儿后，像是下了什么巨大的决心似的。神圣而伟大的精灵，请您听从我的召唤，来到我的身边吧。我擦你大爷了，赶紧死出来！一番尝试无果后，赵明也是直接爆起了粗口。丁，东南沿海，万商叩谢天恩，民心凝聚，国运提升，昏君值减1万。丁，江南富商踊跃捐书，国库预计收入暴增，昏君值减2万。钱某1博万。丁，东厂网罗天下奇人，威慑百官，励志风气初步扭转，昏君值减3万。京城百姓极度留神，在茶余饭后中不断给他贡献+3、+2、+5。我费尽心机当昏君，唯一的大头收入，竟然是京城百姓的嫉妒和咒骂。这算什么事啊？算了，朕的7条亡国圣旨，真正的影响力还没完全显现。等到大运河继续迷电，倭寇入侵，官场腐烂，让所有人都活不下去的时候，骂朕的人就是大多数。100万昏君制，还不是手到擒来？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何事？启禀陛下，东厂的人手，老奴已经凑齐了，还请陛下示下，接下来该当如何？这让你治理国家，你没这个能力；这让你领兵打仗，你也没这个本事。可这让你去监察百官，这种事还需要朕来教你吗？在赵明看来，东厂的活儿对于魏忠这样的人来说是天赋技能，自己肯定没有对方专业。然而魏忠却领会成了另外一种意思。
陛下将东厂如此重要的权力交给我，而且不闻不问，放手让我去做，这是何等的信任！陛下圣明，老奴必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行了行了，把你的马尿给朕收起来，有这个哭的功夫，不如给朕办点正事。请陛下吩咐，老奴万死不辞。赵明需要一个简单粗暴、绝对不会被误解的昏君行为，来冲一冲晦气。去，传旨给礼部，选秀之事尽快落实，让他们给朕在10日之内选1000个美人送到行宫来。10日，1000个？对，1000个，少一个都不行。告诉王安，10日之内朕要是见不到人，就让他准备滚蛋吧。魏忠的心脏猛地一跳，刚才的感动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执行皇帝命令的绝对意志。老奴遵旨。就在赵明享受着难得的清静时，一个小太监匆匆跑了进来，报告礼部尚书王安求见。王安，算算时间，10日期限才过去1天，这老小子莫不是来跟我哭穷，请求宽限几天呢？让他进来。哎呀，来了！陛下，幸不辱命，老臣已经将1000名秀女尽数选齐了。你说什么？选齐了？装逼为你飞起来！回陛下，正是1000名秀女，一位不少，如今都在含香殿候着，请陛下过目。朕给你10天，你1个晚上就给朕搞定了，这效率有点离谱了吧？你不会是为了保住乌纱帽，随便找了一些女子来糊弄朕吧？我操，太好了！王爱卿，你莫不是在欺君？老臣万万不敢，老臣可以对天发誓，此次所选秀女，个个都是上之选，宫里资深的公公和嬷嬷们全都过目了。皆言本届秀女虽数量最多，但质量堪称历届之冠。历届之冠？大晋朝的美女是大白菜吗？一个晚上就能收割1000颗，还都是特级品。走，去看看。我他妈来了！参见陛下。赵明瞬间感觉自己掉进了盘丝洞，脑子一阵发晕。哎呀妈呀，让我缓缓，头有点晕。这还真是1000个美女，而且质量确实高的离谱。王安这老小子怎么办到的？陛下，老臣没骗您吧？这些秀女除了貌美，可还有其他长处？回陛下，她们个个身怀绝技，能歌善舞。身怀绝技4个字，让赵明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些不太健康的画面。废话少说，既然都会，那就给朕表演一个看看。很快，太监们清空了土地，表演开始了。这不比春晚好看？陛下可还满意？满意，朕很满意。陛下满意就好，老臣衙门里还有要务处理，就先行告退了。赵明没有多想，闭门心思都扑在了欣赏歌舞上，直到表演结束，他才意犹未尽地挑了几个最漂亮的秀女，拉到身边聊家常。你家在何处？回陛下，臣女祖籍江南。你呢？臣女是苏州人士。不错不错，果然是将天下美女一网打尽了。陛下，您是不是不喜欢臣妾了？胡说什么？礼部尚书为朕办差，朕若是不看一眼，未免寒了老臣的心。哼，我看那王尚书就不是什么好人。陛下难道就不好奇这1000名秀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你人呢？你刚才又不是没听到，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才不是呢，他们都是这山上的流民。你说什么？
柔妃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原来山下那10几万流民被户部的李尚书给养的各个城府，有钱了就想学着城里人，把女儿教导成但正经的教他们竟然花大钱从京城的青楼里请了一群花魁回来教导自家女儿。青楼花魁当家庭教师，这什么神仙操作啊！这帮流民的脑回路跟我的大臣们是一个师傅教的啦。所以啊，王尚书根本就没费什么功夫，他只是派人到山下发了个告示，说陛下要选秀，那些想攀龙附凤的流民就把自家女儿全都送来了。这1000个人都是从那10几万流民里挑出来的，长得最标致的适龄女子。赵从天灵盖直劈到脚后跟。妈的！我安这个浓眉大眼的老贼竟然这么糊弄朕！秀女都是流民的女儿，那岂不是说这座山上住着1000个我的预备役老丈人？这座行宫山干脆改名叫国丈山算了。赵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下旨，把那群女人全都赶出宫去。可一想到刚才那片莺莺燕燕的壮观场面，他又有些舍不得。一个荒诞的念头忽然从他脑中冒了出来。等等，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荒唐了？皇帝征召流民修宫殿，修完宫殿又把流民的女儿全都弄进宫里当妃子，这要是传出去，天下的百姓不得把朕的祖宗18代都骂个遍？这昏君职岂不是要原地起飞？不行，这1000秀女必须得留着，这可是我翻盘。这2个月，赵明彻底放飞了自我，建豹房、造酒池、废早朝，夜夜笙歌，日子过得荒唐又糜烂。但他很快乐，因为他的昏君职终于长回来了。何文远呢？把朕的起居郎叫来。很快，那个永远板着一张死人脸的起居郎何文远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卷新的竹简，拿来给朕念念。靖元元年冬，第9居行宫，部里朝政，大兴土木，建豹房，造酒池肉陵，日夜与上千秀女沉湎其中，朝野怨声载道，民心尽失。好，写得好，就是这个味儿，民心尽失，说的太对了。朕要的就是民心尽失。赏，重重有赏，给朕继续写，把朕写得越混蛋越好。今宿主沉迷酒色，荒废朝政，昏君职加5000。宿主行为引爆民间舆论，万民唾骂，昏君职加8000。丁，宿主昏君之名深入人心，国怨气欲下降，昏君职加1万。50多万了，回来了，都回来了。事实证明，沉迷酒色，劳民伤财，这才是刷昏君职的康庄大道，100万指日可待。赵明在前面努力当昏君，保皇党天团在后面疯狂建设国家。太傅，各位，天大的好消息！开放盐铁与海禁，短短2个月，仅仅是补缴的税款，就为国库增收5000万两白银。还有那捐官之策，江南富商们已经缴纳了超过1000万两，他们还联名上书，保证在运河动工之后，会在捐献不低于1000万两，以报天恩。陛下如此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却还要背负万世的骂名。那些渔民只看到陛下9居行宫，建造什么千美殿，他们哪里知道，陛下这是在麻痹那些旧日勋贵，为我等推行新政争取时间啊！陛下已经为我们铺平了所有的道路，甚至不惜以自身为诱饵，吸引了天下所有的非议。他将万世的骂名留给自己，却将一个鼎盛的王朝交到了我们手上。我等若是再畏首畏尾，还有何面目立于这朝堂之上？即刻开始筹备这大运河，不仅要修，还要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我等遵太傅之命。这不是老夫的命令，这是陛下的意志。
诸位道友，2个月了，我们耗费了无数珍宝，炼出的都是些什么？一堆废丹、毒丹。古方已经行不通了，贫道闭关7日，夜观天象，中的太上老祖点化，悟出了一套全新的丹方。此丹方只需3味主药，其一，鸡蛋。道长，鸡蛋这凡俗之物，能入药？鸡蛋乃混沌未开之象，是为生命之源，此乃是之真意。其二，消毒。此物乃大地古灵之精，代表永恒寂静，此乃藏之奥秘。其三，硫磺，此物乃地火至阳之萃，代表变革之力，此乃变之法门。以史为基，以藏为体，以变为用。我等要练，不以死而是要重现天地，瞬间。此丹贫道已为其取名，就叫九转飞升大还丹。为陛下贺，为大道贺，为大道贺。开炉炼丹。在清虚道长的带领下，方士们严格按照1份鸡蛋、2份硝石、3份硫磺的绝密配比，进行着最后的。老丈，这是大成的遗招吗？这么感觉有点亏劲。莫慌，这是一能量波动越大，说明神丹的威力越强。都退后，准备迎接神迹。道长驾鹤西去了。成了，道爷，我成了，我真的成了。道长，丹炉炸了，这明显不是长生金丹呐。虽然未炼出金丹，但却炼出了神通，此乃天道感应陛下圣德，特意降下的无上神通。吾等炼出的是掌心雷。吏部侍郎王启年，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纵子戏谑，强占民女3人，致其全部自尽。户部员外郎孙志，勾结粮商，倒卖赈灾粮，致使城外灾民饿殍遍地。大理寺少卿刘成，收受贿赂，将一灭门惨案的真凶判为无罪。陛下有旨，京城藏污纳垢，宵小横行，着东集市场，彻查严办，凡证据确凿者，不必请旨，就地格杀。陛下何等圣明，他老人家早就看透了朝堂的腐朽。陛下这是要我们做他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刀，为他剔除这朝堂之上的烂肉。咱家知道你们恨，现在陛下给了你们报仇的机会，去吧，用他们的血洗刷你们的罪孽。检测到宿主爪牙东厂，爷夜间无调抓捕10数名朝廷大员，制造恐怖，朝野惶然。宿主暴虐无常，滥用酷刑之名出险，昏君直加8万。又到挣8万，伟忠，我的好员工，这个月的绩效奖金给你拉满。干爹，您一次性动了10几个大员，会不会引得满朝文武公解？婉儿，你还是太年轻了。你以为我们抓的每一个人不是证据确凿？圣天子在上，陛下的心可是朝着我们这边的。只要陛下信我们，区区几个言官的口水，又能奈我何？
岂有此理！炼丹房天降惊雷，坊间传言是陛下沉迷方术，引得上天世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啊！妖孽何止方士？那燕人魏忠竟敢夜闯官邸，所拿朝臣，此乃宦官干政，祸乱朝纲的先兆。王侍郎何等清正之人，竟也被那燕狗抓了。我等若再不发声，明日东厂的屠刀便要落到你我脖子上了。必须面圣，我等要死谏，请陛下清君侧，不妖党，无阉党。周大人、李尚书，你们怎么一句话都不说？难道就任由陛下这般胡闹下去吗？你们怎能坐视不理？诸位稍安勿躁，陛下此举或许另有深意。明白。你们6个还有太子大人，早已与那昏君沆瀣一气。无耻，枉为朝廷重臣。走，我们自己去，便是拼了这条性命，也要去行宫叩门，请陛下给天下一个交代。我等如今也成了他们眼中的奸党了。同这些鼠目寸光之辈有何辩解的必要？去找魏总管与清虚首座一问便知。对了，将太傅也请来。贫道清虚，见过太傅，见过各位大人。清虚道长，你炼丹房昨夜走水，惊扰圣驾，还敢言喜？你是来搞笑的吗？非也非也，太傅，各位大人，请看，贫道昨日感悟大道，终于练出了这无上神通。不就是一堆无为法，老神棍在场不过圣仪，信不信老子一拳打死你？原来如此，原来这才是陛下设立炼丹房的真正目的。什么求仙问道，全是障眼法。陛下要的是这种足以改变战争形态的国之重器。老奴魏忠参见太傅，参见各位大人。魏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自抓捕朝廷命官！回王大人的话，老奴是奉旨办事。这些便是昨夜被老奴请去喝茶的10几位大人的罪证，还请各位大人过目。哎呦我的妈！畜生，此等畜生，千刀万剐，死不足惜。杀得好，魏总管，这等败类，为何只抓不杀？我等真是愚不可及啊！陛下，他将千古骂名都担在了自己身上，却将一个朗朗乾坤，一个万世太平留给了我等，留给了这大尽天下。因宿主深谋远虑，为国为民的圣君形象在核心臣子中确立，抵消部分负面影响，昏君只减1万。去你丫的！看着这个数字，赵明嘴角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虽然被那帮脑补帝扣了1万，但总体还是赚的，这必须好好庆祝一下。陛下，不好了！宫外来了近100名大臣，跪在山门外，说是要请陛下清君侧诛妖人。有此理！告他们，再肯啰嗦一句，朕就摘了他们的乌纱帽。与百官决裂，非明君所为。陛下息怒，为了2个下人与百官为敌，不值得呀。又是明君，赵明一听到这2个字就头疼。明君个屁！朕就是要当昏君，他们弹劾魏忠和清虚，就是打朕的脸。那2个人是朕的肱骨之臣，国之栋梁。
陛下这是在为老奴鸣不平啊！德君如此，夫复何求？老奴参见陛下关于昨夜之事。不用说了，朕都知道了。赵明知道他们给他赚了10几万昏君职，好员工。你做得很好，朕很满意。老奴为陛下万死不辞。还有什么事？回陛下，再过1月便是您的万寿圣节，太傅和6部尚书让老奴来请示，该如何操办？生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败家好机会啊！赵明脑中立刻浮现出昨夜修园子的光辉事迹。有了，大班，传朕旨意，朕要在京郊再建一座园子，要比这座行宫大10倍，宏伟10倍。里面要有亭台楼阁，奇珍异兽。朕的万寿节就要在那座万园之园里过。陛下，这耗费恐怕……钱的事去找户部尚书，就说这是朕的旨意，谁敢反对就是欺君。陛下，这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修园子必然有着更为深远的用意。老奴遵旨，陛下放心，您的万寿节必定会是千古未有之盛典。朕把圆明园都给你整出来，我看你这国库还怎么撑得住？等着破产吧。那个晋朝的小皇帝最近在做什么？回禀大汗，晋朝小皇帝的昏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他已连续数月不上早朝，日日与美酒美人为伴，醉生梦死。不仅如此，他还任用阉人，成立东厂，大肆抓捕朝臣。如今晋朝官场人人自危，更有甚者，他竟效仿暴君，要建什么万园之园，为自己的生辰庆典做准备。昏君，十足的昏君！哈哈哈，这是老天要亡他大晋啊！去年他能围歼我的10万铁骑，当真只是运气。大汗，此事我也已查明，那不过是一场巧合，被晋朝吹嘘成了旷世奇功，可笑至极。大汗，天欲不取，反受其咎。如今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异兆，我们的人已经买通了晋朝雁门关至京城沿线所有关隘的守将。此话当真？晋朝将领竟敢通敌卖国？这就要感谢那位小皇帝和他的东厂了。被我们策反的那些将领，亲族故友，或多或少都有被东厂迫害的。他们对那小皇帝早已恨之入骨。那些将领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我军南下，他们便会打开关门，放我大军长驱直入。为了表示诚意，他们已经将妻儿亲眷秘密送到了关外，作为人质。哈哈哈哈！天助我也！传我将令，发兵南下。本汗要在1个月内攻陷晋朝京城。遵命。那个小皇帝不是想过万寿节吗？那本汗就让他的诞辰之日变成祭祀。大汗万岁！踏平晋朝，活捉昏君！检测到宿主穿着极度奢华的龙袍，助长奢靡之风，昏君值加500。自从下令修园子，赵明的昏君值已经突破了70万，距离回家又近了一大步。陛下，臣妾刚刚私府出访，听说北凉20万铁骑已连破我朝3座关隘，并封旨雉雁门关，沿途守将或将或逃，最迟5日便会兵临京城。如今城内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这是真的吗？爱妃说什么胡话？如此大的事情，朕怎么不知道？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来打仗，打仗好啊，花费巨大，打输了还会挨骂，稳赚不赔。魏忠，
魏忠，给朕滚起来！你个狗奴才，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跟着那些臣子欺瞒朕！陛下，并非是老奴。罢了罢了，晋朝被北凉压着打了100年，现在人家大汉亲征，你们没有信心也是正常的。说说吧，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带朕逃跑？算了，不管你们怎么合计的，朕把话放在这里，朕就在行宫，哪儿都不走，与京城共存亡。果然让太傅大人说对了，陛下对北凉进犯果然成竹在胸。不过，我等又怎能一直躲在陛下的羽翼下寻求庇护？这一次，便让我们来给陛下您一个大惊喜吧！告诉朝臣，5日后来行宫参加朕的万寿大典。来了，这下被这群蛮子一锅端了，应该就稳了。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为我欢呼，为我喝彩。陛下，我们快撤吧。别急，好戏才刚开始。啊！哪来的援军？我没叫啊！赢了，我们赢了，天佑我大晋！陛下圣明，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陛下乃是开国以来第一位开疆拓土的圣君啊！你说我是圣君，是不是你们搞的鬼？给你点奖励。讨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陛下，臣等知道您不好虚名，甚至不惜以昏君之名自污，但如今天下已定，您便是这煌煌大晋唯一的天。大可不必如此了。哦，你们又在脑补什么呀？陛下，老臣终于明白了您的深谋远虑。您开凿运河，是为了让大军快速集结，此为地利；您设立东厂，是为迷惑北凉，伪造叛将，此为人和；您设立炼丹坊，是为了研制掌心雷这等大杀器，此为天时。陛下，您为国为民，殚精竭虑，不惜背负万世骂名。老臣却以为您是昏君，愧为人师啊！系统快死出来，这破地方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系统回归，马上得朕回归。因宿主刚刚经历过战果正在统计之中，请在结算之后再次尝试。赵明没有理会他们，他的心神在醒来的瞬间就沉入了脑海。赵明心如死灰，回不去了。他这辈子大概都回不去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凉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陛下，您醒了，您龙体无恙，实乃社稷之福。陛下圣明，此战盖千古。是。千古，这些吹捧的话，直接让赵明都要气炸了。看看这满殿的忠臣良将，一个个忠君爱国，好似朕的肱骨之臣，好得很，真是好得很啊！你们还是人吗？祖宗把江山交到朕手里，就是让朕吃喝玩乐的。可你们呢？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朕要修90肉林，你们给那群泥腿子顿顿吃肉，还让他们住上石头房子大院子，一个个养得脑满肠肥。朕烽火戏边军，想博美人一笑，你们倒好，直接把北凉10万铁骑给朕包了饺子。还有你，朕让你掏空国库，败光家底，你倒开海禁，卖官爵，给朕赚回来5000万两白银。你们真是朕的好臣子，好样的！朕口口声声告诉你们，朕要当一个昏君，你们全当耳旁风，忘了？皇帝在说什么？他在怪我们，太干我们。你们若真对朕忠心耿耿，若真想让朕开心，明日就联名上书，夸朕昏庸无道，骂朕是千古第一昏君。谁以后再敢把朕的败家之举吹捧成什么千古奇谋，朕就罚他捐光家产，然后派去边关，给朕当一个两袖清风的忠臣。朕劝你们都把自己的脑子翻出来，用清水好好洗一洗，
识多识多，凡事不要想那么多。朕的每一个决定都没有深意，朕真的不是什么好皇帝。陛下这是在敲打我等，他嫌我们太过依赖他的神机妙算，让我们老老实实执行他命令就行。确实，跟陛下相比，我们这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不是，你们又在脑补什么鬼东西？累啊，毁灭了。你们怎么来了？陛下，臣妾和柔妃妹妹都有喜了。朕要当爹了。回现代，回个鸟的现代！朕的江山，朕的爱妃，现在还有了朕的在，朕哪儿也不去了。检测到宿主心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回归意愿清零，昏君系统正在解绑失败，系统模式强制切换中。恭喜宿主，盛世明君系统正式启动。好，这是把朕当日本人整是吧？刚招到群臣，朕就是要当昏君，你就来个明君系统？算了，当个明君也不错。传朕旨意，爱妃有喜，天佑我大晋，大赦天下。陛下万岁！万岁！万岁！